Hello, 大家好, I'm Grace. If you're trying to improve your Chinese or you just started learning Chinese, then you've come to the right place. In this video, I will be interviewing a polyglot who can speak 20 different languages, Steve Kaufman. He will be telling us how he learned Chinese and sharing his techniques on learning Chinese tones and characters. Also, I collected some of your questions on Instagram and asked him for his advice. By the way, the interview will be mainly in Chinese, but I've prepared English and Chinese subtitles, so don't forget to turn on closed captioning. Okay,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是这样子，我1968年呢，我就开始跟加拿大政府做事情。那个时候，加拿大就准备要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需要培养一些会讲中文的人。那我就觉得这很有意思，所以我已经自己开始学习点中文。那我就告诉我的老板，我已经开始学中文，当然什么都没学。 他说：“哦，那因为这个人他比较热心嘛，那我们就派他吧。”所以你是到香港，然后到那边的语言学校吗？对了，那个是新亚书院，就是专门教普通话的一个部门。那所以您在香港学了1年之后回到加拿大是吗？不是，学了1年以后呢，我还留在香港，因为我是加拿大商务部这个专员。 所以从香港就是去中国帮助一些加拿大商人在广州交易会啦，或者是别的这个情况，帮助他们做翻译啦，帮助他们介绍他们的商品。所以是第1年在学校，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在中文的环境里面自学，这样是吗？你知道那个时候香港不是一个普通话的环境，差不多没有人，除了一些山东饭馆什么的。 没有人说普通话，所以呢，这个语言的环境要自己造出来。买书了，看书了，就是找一些录音带嘛，多听多阅读。还有我每一天就是5天了，跟吴先生们1对1的学了，但是3个钟头已经够了，你不可以再做，太压迫太大。以后呢，我在家呢，每一天看，每一天听，练习写什么的，因为呢需要自己的时间。你假如全时间都在这个课堂，这个没有效，3个钟头已经够了。学中文有2个问题，一个是汉字，一个是声调。 除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好容易，因为没有文法，不是说没有文法，但是这个文法非常合理，比较简单，没有这个不需要的这个复杂的东西，像俄语什么的，比较简单，而且你会字呢，你可以，我们英文叫一个 word 一个词呢，在中文是2个字，所以你会越多的这个汉字，你可以。 构成就是可以猜出来这个新的词儿的意思什么的，所以，但是那个汉字也是非常费时间，还有那个声调。最一开始听到中文的时候，声调对你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吗？不是困难，我没有在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当然我们学了的时候。 那些材料会告诉我们那是1声2声什么的，但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在说话的时候记住那是哪一声。在头一个时期，主要我是注重能够了解是比说话更要紧。为了学声调呢，我是多听了相声，因为相声演员他们是过分的，就是过强，他们那个是。 的话上，所以这会帮助我吸收这个音乐嘛，这个中国的这个四声的那个音乐。要是你要说话的时候，那这个字是1声2声，这不容易，要每一次说话的时候要记住是哪一声，那就不能说话嘛。
是这样子，我是开始每一天要学10个字，每一个字我有 flashcards， 那是卡片，拿一个 flashcards， 我会把这个字写10次，啊，比如说一个我字，我要写我们那个时候不是有这种纸吗？有一块一块的，所以我把这个写在这儿，我把它放在第3行这个我字儿，所以呢，我来一个他字吧，写。到第3个字我就碰到头一个字，所以我必须再记住这个我字儿，我写，这样继续下去。开始的时候每一天10个字，以后我到每一天30个字，慢慢的你开始看出来有的部分，当然有这个意思的部分，有这个声音的部分，你慢慢的开始记住。但是在开始的时候，虽然有很多说明告诉你是这样子，你还不能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再继续学习，继续学，继续看，慢慢的这个就清楚一些，会找到一些规律。对，一些规律，但是需要很多时间，那是不容易的。那如果有些人认为他们时间没有这么多，那您会觉得还是要写吗？还是看得懂就好？看得懂就好了。那个时候我为了我的考试，我是需要写，但是在我考了以后，我差不多没有机会写中文。我日语也说的可能比中国还好，差不多不写没有机会，日语也不写，用 computer 写就可以了。我觉得用手写帮助了我学习那些汉字，但是可能今天我假如是要学中文，也不需要考试嘛，可能不写。能认识就可以了，能看就可以了。您认为写还是会帮助，但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还是以要认得为主。绝对。好。对了。最重要呢，我想有几个。第一，你不要认为因为中文离我们，比如说你是西方人嘛，文化背景非常不一样，你不要认为所以很难，不一定，任何人可以学习任何语言，中国人可以学习英语，日本人可以学习西班牙语，不要有这种我不会的这个感觉，肯定会，那是一。第二，你要找到你感兴趣的内容。头一个时期呢，肯定开始的时候我们学习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多听，也要重复的听，重复的阅读。但是过了一个时期，我们需要找一些感兴趣的东西。每一个语言有它的难处。中文刚才我们说的那样，是汉字和这个四声，文法很容易。比如说斯拉夫语言、俄语什么的非常复杂，对我们西方人来讲，没有什么共同的词汇。日本人、韩国人，他们有50%左右的共同的词汇。当然，韩国他们不用汉字，但是基本上他们那个词汇是中文来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就容易一点。我们西方国家或者是阿拉伯人什么的，没有什么共同的。比如说我们说英语的人学习法语，50%以上是差不多可以认识出来是什么意思。所以当然对我们根本没有共同的词汇的人，中文是很难。但是你愿意学，你很热心的学，就这不成问题。可以，但是我觉得，特别是中文，特别是学习汉字什么的，还是集中在一个比较有效。当然你2年学一种语言，再学另外一种语言，或者是同时间学习2种语言都可以，按照你认为怎么舒服了就可以了，什么都可以，看你有多少时间，怎么安排，每天1个钟头，或者是两个礼拜一种语言，2个礼拜或者2个月都可以，要看你觉得怎么舒服。
你可以找一个 tutor 在互联网，但是你也不可以每天说话，通过这个 Skype 或者是什么的，所以还是继续 input， 多听多阅读，有机会说话。比如说一个礼拜3次，一个礼拜4次可以说话，慢慢的增加这个说话的机会。但是先要把这个，比如说你说话呢，假如不懂得对方说的话呢，这个绘画是没用的。所以我觉得在你还是初级的或者是中级的，还是集中在这个 input 比较好。以后呢，慢慢的增加这个说话的机会。在你懂得对方说的话的时候，在你有足够的词汇量，你就可以增加这个说话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每一个语言它有它一些形式 patterns， 我们英文是这样说的，中文是那样说的，这些要慢慢的习惯就可以了。我在学习的时候会把一些基本的 patterns underline， 就是或者是在 link 我会保存。但是我不花很多时间在那些说明复杂的这个文法的说明上的。慢慢的你会习惯中文是就算你怎么，你还是怎么，那是一个 pattern。OK， 这种 pattern 有好多，你要慢慢的习惯就可以了。所以当你常常读到、常常听到，你会把这个 pattern 记下来？会，有些书他们会提出那些 pattern， 所以这种文法的书呢，还要注重在 patterns， 不要太多的说明。基本的中文的基本的 pattern 是那些，所以在那个内容里头，有些教科书，好的教科书会提出来，那儿用的 pattern 是那个 pattern，还有10个例子。其实我们刚刚好像对了，我觉得可能头几个月呢，还是发音，不是发音就是声音，就是用拼音听，习惯语言，然后就开始学习。因为那样的话呢，你那些汉字有些字你会已经认识，这个字我听了好多次的那个字呢是这么一个汉字，那比较容易。看你有多少时间，你愿意花多少时间。我想至少45分钟，那是很容易，因为那是主要是听。我早晨准备早饭的时候听，收拾盆子碗什么的都听，在车的时候会听，很容易找到45分钟。以后能够再找到半个钟头看，就已经是1个半钟头。我想这是一个起码的，每天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当然你时间多的话呢，可以花更多，要看你愿意不愿意。在你不愿意的话，你就不用了，要愿意就可以了。那这些就是全部的问题， Okay. 真的非常谢谢您今天的分享。好，谢谢。OK， 对，不能跟人家说话，听不懂也不能说，因为不知道要回答什么。当然，你说你的以后，他回答，你什么都不知道，有什么用？